好，非常欢迎雪伦师母、宋恩牧师啊！今天再一次请二位来。那上一次呢，其实一开头师母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凯传觉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觉得师母好委屈哦，真的很惨呢。怎么牧师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就给了牧师一个发言权。我们的宋恩牧师啊，讲完之后凯川更觉得，哎呀，也是太委屈了。这个还是到最后都是，就是听到宋恩牧师没有地方发言的讲话呀，把他自己那个委屈讲出来哈。其实他也没有做错什么，真的是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样哈。所以呢，其实你看，我们真的需要有一个管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沟通哈，让我们自己的心里话能够表达出来。而且呢，在你们两个人的故事里面呢，我们听到了就是一定不能听一面之词啊，就是真的是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件事儿，确确实实在这里体现。因为我们在开始听师母讲的时候，觉得师母讲的非常有道理，但是我们在听牧师讲的时候，也觉得牧师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们中间没有听到的漏听的那个部分，就是你们中间背景啊是有故事的，是吧？所以呢，真的是要把它听全了，而且我们不要妄作论断别人的这个问题。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想请这个师母啊，你继续来讲，因为那天吃完了那个韩式烧烤是含着眼泪吃完的当然了，后来我们看到转机啊，但是呢，恰恰是你们去了夫妻营之后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按道理我们想，哎呀，学了满脑袋的知识，然后我们再加以运用这不是蛮好的一件事吗？但是一想，你看这个事情临到的时候，不但没有做好，反而还演砸了，是吗？所以接下来神怎么出手来挽回你们的婚姻呢？那我就想请师母你继续就那天的事情后来的后续事件来跟我们聊一聊，好吗？事情是这样从上次吃韩式烧烤，我们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不成熟这个自己都 handle 不了，还牧什么会那很显然神也这么认为。我在想，回头看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加强课程就知识是知识那生命是另外一回事我有时候在这样想那事情就是我们在参加夫妻爱营的回程的路上，也就不是吃韩式烧烤的第二天我们在回去的路上就刚好碰上当年的第一场大雪，然后我们没有来得及换雪胎吧，因为我们去的时候雪还没下，然后就在下坡路上刹车不及，因为车距太短，然后就撞上了一台连接车的后面，撞了一下，然后转了2圈，然后就面向那个来的车道吓得要命。那后来报警，救护车来把我们送回卡加利，送到那最大的 Fukuoka Hospital 医院那我老公当然就吓坏了，对不对？就是之前就觉得我的感觉最重要，我的情绪最大那神就帮助我们调整了一下优先次序轻重缓急没有了命没有了老婆，你的情绪就不太重要了这个车祸本身是一个恩典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了隐藏已久的这个问题，然后在那边开了刀但是这个过程对我们关系其实算是一个救场就是上帝来拯救，上帝来翻转的一个转捩点对我而言我重新去厘清去看见，就是在神的家里面，神的爱是多么的大因为我们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对不对？陌生，左认识右认识都不认识，都是刚认识的恩爱夫妻营来各个教会的成员弟兄姐妹他们就为我们祷告，来看我们，帮我们解决这个车子要脱掉然后买新车这个东西怎么办各种问题。那在我们夫妻关系呢，也有一个新的很大的转换
这个部分让我先生来补充。我们那个韩式烧烤后面的下面隔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开车回2天路程回我们原来住的城市，结果在高速上碰上大雪。我也那时候到加拿大从来没有在雪天开高速的经验，所以也不懂得要怎么样的应对啊。所以那就是当我发现到，因为风雪很大，能见度很低，基本上前面应该50公尺内的之外的东西都看不到了。那当我看到那个车的时候，踩刹车已经来不及了，而且也可能因为路滑，那个一踩刹车，它的刹车会自动锁死，把你方向盘也锁死，怕你打滑，在这个高速上打滑。这个车子的可能是这样设计，所以就是我刹不住，方向盘也卡死，转不动，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车就砰的撞上前面的连接车，然后保险气囊出来啊，然后整个车子就是刚才讲转了这个180，最后不知道多少度了，反正最后是面向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来的方向。如果后面这时候再来一台连接车，我们现在大概就已经不在这里，应该就在与主相见了啊。所以我们也其实本来想打电话报警的，但是非常奇妙，就是我们还来不及打，就有一台警车不知道怎么样的就在后面不知道怎么跟着，就发现我们出车祸，帮我们叫了救护车。那个地方是大概距离城市出去已经1个小时以外，所以基本上是不是很多车会经过啊？加上大雪，那警车道理说应该也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在，我觉得上帝的安排。Anyway， 我们就因为这样那时候全部都慌了，完全也不知道怎么样。薛仁一直喊疼疼疼，我都不知道他到底哪里受伤，那就很着急很难过，也是我自己开的车，我自己的错。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车上堆了不管什么300多块的那些食物，什么都不重要了，对不对？最重要就是老婆的命嘛，所以车早上才回去，然后又发现当地 local 的医疗资源不够，不足以能够诊断清楚他到底是怎么样，直到说可能他的颈椎可能有受伤，那又再送回到那个再坐1个小时的救护车回去我们出来的那个城市，然后那个医院里面就在急诊把他找出来说他的是挤压性的那个骨折，在胸椎的第12节。他说其实这个不是非常严重，只要躺3天就好，但是躺的时候很不舒服，因为固定在那个支架上面不能动，这样不能动3天。那时候我就意识到说，这个在旅程当中我们磕磕绊绊的这个开车，常常他嫌我嫌他，然后生很多气。但是如果有一天副驾驶座的上面的我的另外一半不在了呢，那我还要抱怨什么呢？这不是更严重的事情吗？所以我就开始去反省我自己，去觉得过去的婚姻生活当中，的确没有好好的珍惜 Sharon 他陪伴，从台湾跟我这样就移民来到加拿大，为了来职谈，为了来服侍，那现在又参加夫妻营，中间又想到昨天的怎么争吵啊，为了钱啊，为了这个赌气，这个觉得心里不公平，就觉得这一切好像都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到底上帝让薛冉还在我的生命中的每一分每一秒，我有没有珍惜住，我有没有把握住，不要等到上帝把他带走了我那时候再来后悔，那也来不及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上帝把薛冉放在我的生命中，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恩典，这个恩典我要珍惜，否则我对不起薛冉，我也对不起上帝，也对不起自己。那我就开始去反省很多，让他在里面，他后来又发现，刚刚讲薛冉讲，他有因为这个急诊进去医院，他才有足够医疗资源做比较详细的检查，然后检查到一直他有的问题，但是我们在原来的那个小城市检查不出来，不知道，然后需要马上动手术。那医院也可以，因为我们是急诊进去的，可以动这个手术。
那我那时候就一面很大冲，就是我感觉我老婆刚捡回来，现在要动这个手术，医生很明白要我签名说，我签那个 waiver 说，如果发生任何这个意外，我们不负责任的，都是要自己承担这个后果。当然，他也解释说这个手术不是很严重的，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但是我那就是请大家也可以体谅一下我的当时的心境，就是刚刚那种感觉，刚捡回老婆回来，现在要把老婆再放去手术台上面，前途未卜。虽然我也相信上帝，是医治的神，是保守的神，上帝让我们这个大难不死，这个车祸没有死，车子全毁了啊，但是我完全没有什么受伤，Sharon受很轻微的伤，然后又因为这个伤检查出一个更大的隐患，然后现在就可以解决掉。其实整个来看都很明显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手让我们经历过这一切事情，然后呢提早把他的问题解决，也帮助我提早去意识到我之前没有珍惜Sharon的部分。那这都是上帝做的，很明显。但是那个当时的心情还是很大的冲击，感觉好像这个三温暖一样，冷水进去，热水又下去，有一点承受不住啊。但是我就跟学员那时候去祷告，流泪祷告，就再次把学员交在上帝的手里，说，相信这是上帝在带领我们啊，不管手术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信靠他。那还有一个插曲，就是在那天他的手术是很早的，就是很早了，所以他就是很早起来，这个护理人员帮他预备做所有那个的检查，所有的预备。那因为我前一天还是回到朋友家过夜，他们医院不让我们留人，所以在我去之前，Sharon其实已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然后嘱咐我要推他进手术房以后，那在外面自己再看。那我到推他进了手术房，然后打开那个信的时候，我眼泪就流下来，因为Sharon他就很直白的说，他也不知道这次手术结果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活着出来，但是他非常确定一件事，就是说是上帝把我们放在一起，然后说如果但是他为我祷告说，他也其实请他所认识到的一些属灵的基督徒比较关心我们的基督徒，也为我们祷告，是如果万一他今天出不了这个手术室，他们请那些非常关心我们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加拿大人，能够来鼓励我不要放弃侍奉，继续的坚持侍奉下去，然后甚至因为可能妻子因为她离开了，我的信心可以有一个更大的成长，然后可以更好的侍奉神。所以我就很感动，知道不管我之前好像觉得Sharon好像没有在帮助我的侍奉，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看我觉得我错了，Sharon是在跟我同行，只是我们两个都还没有找出那个模式，怎么样可以支持彼此。我会常觉得你管太多，这个教会事情你不要管那么多，但是就忘记其实上帝把他赐给我，在我生命中就是做我的帮手，有时候他不是真的是要能够帮我做什么事，但是就是跟我一起祷告，跟我一起陪伴，跟我走过这一切就很够了。所以我也就再次的去反省这些部分，然后我就在这个手术室外面就一直哭，然后呢，载我来的那就是本来请我们去吃韩式烧烤的那个夫妻的太太，她也陪我一起哭，在旁边顾啊，然后就是说这个信显得真的是很感人，然后拍起来寄给所有当时参加夫妻营的那些也关心我们的夫妇啊，也去鼓励他们说啊，这是当我面对到生离死别的时候，我们才会看见什么是最重要的，也才会看见信仰带给我们的那个力量跟价值，绝对不是用金钱可以衡量的。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以给予什么样的安慰跟什么样的保证，但是就是那个信仰给我们那个力量去面对这样的困难，而且是甚至就是如果即使急或不然，即便事情不是按照我想的发生，我们仍然相信上帝，仍然祈求他的带领，跟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他手中。
那样的一个我觉得那个心路历程，我觉得是对我们一直到现在能够坚持下来服侍，不管中间后来又再发生什么样的困难挫折，我们都打死不退，我们都没有离开侍奉的这岗位，我觉得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真正的去面对到说，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即便是另外一半的离去，也不能，然后也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所爱所侍奉的神我们相信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是说上帝是假的，上帝不是真的，上帝这个我侍奉你，为什么你还让这个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没有保守我的另外一半。我觉得在那时候我们就面对这个考验功课，而且通过了，以至于我们后面可以继续的一起的同心的侍奉，也当时就成为当时的这些跟我们去参加夫妻引其他夫一个很好的见证。求你用我做你的器皿，将你的爱分享。